日前，欧洲数十个国家领导人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峰会上，一边在讨论欧洲独立自主的问题，那边呢，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说出的一句话，让欧洲各国领导人的豪言壮语在一瞬间就变成了一场世纪大笑话。10月8日，在匈牙利举行的欧洲峰会上，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竟然以反问的形式问：我们仍然进口了太多的俄罗斯能源，我们为何不用更便宜的美国液化气来取代呢？这将降低我们的能源价格。We still get a lot of LNG via Russia, from Russia. And why not replace it by American LNG, which is cheaper for us and brings down our energy prices? 我记得非常清楚，2年前，德国媒体报道，美国液化气的价格是俄罗斯的3到5倍。根据本人能找到的德国商报2024年7月12日的数据，欧洲人购买液化气的价格是美国人的3倍，其原因是进口液化气的费用更高。比如，德国就进口了越来越多的美国液化气。为此，德国在创纪录短的时间里，在波罗的海德国一个岛上建立了液化气接收站。虽然当地人极力反对，但没卵用。所以，冯德莱恩完全是在颠倒黑白。这种出卖欧洲利益的德奸，竟然手握欧盟大权，欧洲人不沉沦，根本就没天理。今天我们来看看奥地利德语媒体标准报对此事的报道。布达佩斯峰会，冯德莱恩希望通过购买美国天然气来避免特朗普对欧盟的制裁。奥地利总理也希望防止经济战争。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后，欧盟希望加强其经济并避免贸易冲突的威胁。为此，欧盟各国领导人于周五通过了支持提高竞争力的布达佩斯宣言。为了防止美国对欧洲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寄希望于与特朗普达成一项可能的交易。冯德莱恩以液化气为例，他说：“我们仍然从俄罗斯获得大量液化气，欧盟可以用更便宜的美国液化气来取代，这样欧洲的能源价格也会更低。”他认为这是与美国就特朗普批评的欧洲贸易顺差问题进行谈判的起点。去年，仅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顺差达到了创纪录的633亿欧元。德国总理舒尔茨在谈到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时说：“我们不喜欢保护主义。”他表示愿意就这一问题寻求与特朗普对话。奥地利总理认为，当务之急是防止经济战。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结束时，欧盟委员会被授权推动欧洲经济的协调发展。为了为加强欧洲竞争力所需的投资提供资金，需要动员更多的私人资金。然而，欧盟各国在公共资金的使用方面尚未达成一致。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布鲁塞尔当局将在2025年6月前就如何深化欧盟内部市场提出具体建议，资本市场也将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其目的是确保欧盟的储蓄越来越多投资于欧洲企业，而不是外流。提高竞争力，峰会东道主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表示，必须说服欧洲公民将储蓄账户中的更多资金投资于创新型公司。冯德莱恩和欧尔班也都强调，减少官僚主义是提高竞争力的杠杆。周五，欧盟领导人讨论了如何加强欧盟竞争力的问题。意大利前总理、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在最近提高的一份报告中估计，每年所需投资约为8000亿欧元。成员国在融资问题上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意见分歧，因此峰会宣言仍不具有约束力。我们将研究开发新的工具，我们将继续努力引进新的自有资金。宣言中还提到了将实施资本市场和欧洲投资银行来动员私人资金。奥地利总理反对欧盟共同债务。奥地利总理认为，现在谈论欧盟共同债务计划为时尚早。该总理在欧盟峰会前表示，必须首先确定加强欧洲经济的措施。他还提到了资本市场，以刺激必要的投资。47个国家与会。欧盟领导人周四晚在匈牙利首都共进晚餐，讨论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跨大西洋关系的未来等问题。奥地利总理周五上午表示，与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相比，
欧洲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在周四的晚宴之前，47国欧洲政治共同体举行了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等人出席了会议。据法国峰会圈子周五透露，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起的非正式平台将根据巴黎的意图得到进一步加强，例如设立一个总秘书处。好的，朋友们，接着我们看看网友们的评论。第一条评论：重要的是欧盟从美国手中解放出来，而不是资助特朗普。下一条评论：欧洲优先如何？目标是必须在欧盟内部实现尽可能多的附加值。一、确保相关原材料；二、工业向欧盟转移；三、必要时征收关税。我们继续往下。如果美国开征关税，除了对美国也反征收关税外，别无选择。我们不能与经济恐怖分子谈判，否则他们不会吸取教训。让我们继续往下。美国选举制度的优势在于，你可以知道哪些州如何投票，因此可以对蓝州或红州进行特别制裁。这就是中国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所做的事，用大刀来制裁。例如，对美国烈酒征收高额关税，这会影响到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下一条评论：用心良苦啊！我认为与贸易战、威胁、关税和执意军事安全协议相比，运作良好的联盟和贸易关系是更好的方法。好，我们继续往下。感觉不像是交易，倒像是保护费，但这可能无法避免。我们再看下条评论。解决办法就是建立一个税收和社会制度统一的欧洲合众国，这将是重要的一步，也是对欧盟早该进行的修正。但是对于我们来自纳米地平线联盟的民族主义者汉斯来说，这当然是不可行的。下条评论：特朗普甚至还没有宣誓就职，欧盟就已经开始有所感觉了，这就是所谓的权力。下条评论：没错，事先就服从了，向新主人俯首称臣，而不是最终解放我们自己，让欧洲重现昔日雄风。下条评论：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将实施何种制裁，但冯德莱恩已经知道了反制措施。尽管特朗普还没有上任，他已经赢了。下条评论：未雨绸缪没坏处，听说过吗？我们继续往下。哇，话还没说就已经屈服了，用软弱来形容欧洲政客几乎是一种赞美。我们看下条评论吧。伟大的计划产生更大的依赖，继续使用化石燃料，这是某人考虑了很久的吧？下条评论：欧洲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用钱来掩盖。我们继续往下。为什么美国的液化气突然比俄罗斯天然气便宜？多年来一直说美国天然气太贵，所以人们才不大量购买。还有环保问题，因为美国天然气是用船运来的，这都是闹剧。我们看下条评论吧。冯德莱恩根本就不称职，以前在德国作为部长已经3次失败了，但基民们又把他推上了这个位置。下条评论：特朗普的当务之急是结束乌克兰战争，在欧盟被美国和俄罗斯压垮之前，整个欧盟都应该坐到谈判桌前。第二要务将是向北约缴纳会费，要么北约出资，要么美国退出北约。届时欧盟不仅要应对贸易战，还要面对可怕的军费开支。第三是对中国的贸易战，如果欧盟想继续与美国贸易，就不得不放弃中国市场，而这正是欧盟完全依赖美国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发展的根源所在，未来无疑是暗淡的。下条评论：交易撮合者会敲诈我们的，欧洲将继续为美国的经济复苏添砖加瓦。下条评论：什么？美国液化气更便宜？怎么会更便宜呢？仅仅因为运输成本就不可能更便宜吧？下条评论：除了尴尬还是尴尬，谁都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这太尴尬了吧？好，我们看下条评论：
购买大量美国武器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谁需要医保和社会福利呢？下一条评论。有一点是明确的，既然普京通过战争经济手段加强了俄罗斯的武器生产，还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扩大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那么欧盟所有国家都必须武装自己的军队。这样做不好，但却是必要的。如果美国从欧洲撤军，哪怕是部分撤军，我们也必须自己承担更大的责任，也就是说，购买更多的武器。反正我们都必须扩充军备。那么，通过从美国购买武器来安抚美国总统，这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做法。我也更愿意把钱花在医保和社会福利上。但如果我们成为俄罗斯的附庸，我们还能剩下多少钱呢？我猜会更少。下条评论。我们为什么要购买污染更严重的液化气来安抚那个橙色罪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德国知识补充，因为特朗普的肤色及头发的颜色，加上这位网友可能非常的憎恨特朗普，所以他用橙色罪犯这个词来取代特朗普，来加强负面语气。我们继续往下看。好吧，冯姐领导下的欧盟终于成了美国的附庸，希望特朗普能利用这一点对德国和其他附庸征收100%的关税，附庸就该被践踏。奥地利已明确与布鲁塞尔保持距离。下一条评论。唯一愚蠢的是，奥地利是德国的附庸，因为它在经济上完全依赖德国。我们继续往下看。一场真正的液化气、天然气、石油大混战正在我们面前上演。对于其中的一场，我们只需戴上面具，在表演过程中用制裁正在发挥作用来为自己打气，让我们振作起来。另一场抓住我们的人至少会让我们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下条评论。退出欧盟，并且越快越好。我们位于欧洲的中心，交通以我们为枢纽，我们主宰着经济。在欧盟选举前，瑞士被嘲笑，现在他们笑了。外行人说，我们是美国的谄媚者，我们不得不从美国高价购气。欧盟想关闭我们的柴炉和切断我们的石油，现今也是。公民们终于觉醒吧。下条评论。难道我们欧洲人真的如此缺乏自信和能力，以至于我们现在就对特朗普卑躬屈膝了吗？让他开征关税吧，然后我们也对他征收关税。我们继续往下。这肯定行得通。当然，这样的交易将阻止特朗普实现其主要经济政策目标之一，即推行保护主义措施。冯德莱恩是纯粹的一厢情愿和对现实的否认，甚至又一次没有站出来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更不用说朝着这个方向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了。这就是近几十年来的欧洲政策，它导致欧洲的重要性前所未有的丧失，包括经济重要性。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一次。奥地利总理说，欧盟搞联合借贷是魔鬼，而我们在所有领域都被投资数千亿的中国和美国甩在了后面。下一条评论。我不相信美国天然气会更便宜，但我认为其他建议在原则上其实都很不错。还有就是迅速寻求讨论和行动。我们看下一条评论吧。太可怕了，我的印象是 A. 对美国卑躬屈膝，为了不让美国大哥你生气，我们什么都愿意做。B. 继续走新自由主义道路。私人投资者，当然他们只有在获利的情况下才会这么做，而我们将像以前一样再次为此买单。基础设施和私人供水私有化等等。C. 不走新的泛欧道路，让欧盟拥有更多的权限和机会，如国家投资。我们继续往下看。Mega 让欧洲再次伟大，必须这样回应，让美国再次伟大。下条评论。我一直以为我们是从俄罗斯购买管道天然气，俄罗斯液化气的比例真的那么高吗？我们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液化气接收终端而遇到问题吗？特朗普可好了，他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其他人，尤其是欧洲人，而且其实只有欧洲人，已经事先就乖乖的顺从了。下一条评论。特朗普还没有上任，我们就屈服，而不是独立自主。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
我们用懂王天然气替代普京天然气，我们的冯姐非常具有创新力啊。好的，朋友们，看来大多数奥地利人或者说德语区的网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他们也知道欧洲正在失去影响力，成为美国的附庸，但他们对冯姐这样的猪队友又无能为力。看来呀，光有选票也没什么卵用啊。